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我们要来解析的是一位你可能没听过，但他的故事绝对会让你又哭又笑，甚至重新思考限制这两个字的喜剧演员梅森·杂以的。这个标题是不是很有趣？我有99个问题，脑麻只是其中之一。这其实是他借用了嘻哈天王 Jay-Z 的一句超有名的歌词，巧妙地把它改成自己的版本。这句话真的超有力量，他直接告诉你，嘿，我的人生有很多挑战啦，但脑性麻痹这个标签，它只是其中一个，根本不足以定义我整个人是谁。好，我们马上就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哇，这句话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哇塞，超敢讲？这就是他每次上台的第一句话。你想想看，这有多震撼？但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是在卖惨，也不是在控诉，他其实是在做一件非常非常聪明的事情，叫做夺回话语权。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通常会怎么讲？可能会有点别扭，有点不好意思，对吧？但 Mason 不是，他直接把最敏感、大家最好奇，甚至有点尴尬的话题，用一个黑色幽默的方式，啪一声丢到你面前，瞬间全场的气氛就变了。你本来可能带着同情，或是有点不知所措，但现在你只会觉得，哇，这个人也太酷了吧。所以他口中那个喝醉的医生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的身体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这部分，他用了一个我觉得是天才级的比喻来形容他每天的身体感受。OK， 所谓的脑性麻痹对梅森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的身体会不受控制地持续的颤抖。但要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你看他说的，我就像夏奇拉遇上了穆罕默德阿里，哇，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你可以想象吗？拉丁天后夏奇拉那种超有活力的，像电动马达一样的抖动，再加上拳王阿里晚年因为帕金森氏症那种细微但不间断的颤抖，这两种完全不同频率、不同感觉的抖，竟然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他每天24小时的日常。光用想的就觉得哇，真的累爆了。而且他特别强调，这完全是一场医疗意外，这一点真的超级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很多文化里面，身心障碍很容易被污名化，会有人说这是什么业障啊、诅咒啊之类的。他等于是用自己的故事，直接跟这种无知的偏见正面对决。接下来这张投影片，我个人觉得是他整个自我介绍里面最精华、最屌的部分。他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比赛叫做压迫奥林匹克，比谁身上的被歧视标签最多，那他绝对是金牌得主，而且是吊打所有人的那种。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第一，巴勒斯坦人，哇，光这个身份，在中东复杂的政治情势下，就已经够敏感了，对吧？再来，穆斯林。尤其在911事件之后，这个身份在西方世界常常被贴上很多不公平的负面标签。第三，女性，这个不用多说，在很多领域，女性还是在为平权奋斗。第四，身心障碍者，这更是常常被社会主流所忽略甚至误解的一个群体。最后，他还补了一个超好笑的，住在纽泽西。这个是美国人才懂的梗啦，大概就有点像我们开玩笑说自己住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一种自嘲的幽默感。你看，他把自己身上所有可能被别人拿来攻击、歧视的点，全部变成他脱口秀的笑料。这不是在看清自己哦，完全不是，这是一种超高段的宣告。他等于是在说，来啊，这就是我，这些标签加起来才是我，但你们这些标签没有一个能定义我，更不可能打倒我。哈，问题来了，一个人身上背了这么多压迫的标签，照理说应该很容易会变得很愤世嫉世，或是自暴自弃吧？但梅森完全没有，为什么？接下来这点，我觉得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也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超能力，让他可以这么强大？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爸爸。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英文是 You can do it, yes you can.
这个 can 不是打错字哦，这是他爸爸独创的、充满魔力的一句口头禅。它不只是你可以的，那个重复的可以，是一种加倍的、不容置疑的肯定。这其实跟我们很多亚洲家庭习惯的爱之深责之切那种教育方式很不一样，对吧？他爸妈完全没有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就觉得算了，你这样就好。他们没有降低对他的期望，相反地，他们给了他双倍甚至3倍的肯定。他们家的核心信念就是，没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到的。光说不练是没用的，我们就来看看他爸爸这个可以哲学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执行的。第一个方法，你看，踩在爸爸的脚上。他爸爸会把他的脚跟直接放在自己的脚上，然后就这样带着他在家里走来走去。这不是在玩哦，这是在用最直接的身体接触，让他的肌肉、他的大脑去记住走路的感觉和节奏。第二个方法更好笑，追逐1元美钞。他爸会拿着一张1块钱美金，在他前面晃啊晃的，引诱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这真的是直接诉诸人性最原始的动力，就是钱嘛。这2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土法炼钢，甚至有点闹闪。但你仔细想一下，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他爸爸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病人来看待，他把超级枯燥、痛苦的复健变成了一场充满爱的亲子游戏。这背后是满满的创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念：我们总会有办法的。好，重点来了，他们家其实经济状况没有很好，付不起那种超级贵的物理治疗费用。这对很多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死胡同，就卡关了。但对梅森家来说呢，这反而变成一个转捩点。他们想出了一个我只能说脑洞大开的解决方案，送他去学跳舞。你听到是不是觉得超扯？一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孩要去学跳舞，这不是开玩笑吗？但结果呢？结果跌破所有人眼镜。他不只学会了，他还学会穿高跟鞋跳舞，最后甚至真的站上了纽约百老汇的舞台跳踢踏舞。这件事情完美地体现了他们家的教育哲学。当你面对限制的时候，你不是退缩，也不是放弃，而是去找出一个更有创意，甚至更疯狂的出路。他们硬是把一个看似是劣势的东西，转化成它独一无二的特色。OK， 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超强信念长大，梅森理所当然的就要去追寻他从小的梦想，成为一名演员。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家庭给他的这副坚固的盔甲，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好像有点不堪一击。我们继续看下去，他狠狠地撞上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这堵墙的名字就叫做好莱坞。我们先来看看他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那个情境吗？你在大学主修戏剧，努力了4年，成绩是全系第1名，然后学校年度大戏竟然出现了一个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角色，一个跟你有着一模一样生命经验、患有脑性麻痹的女孩。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对不对？你觉得这角色非你莫属，稳了。结果，学校最后竟然找了一个身体健全的演员去模仿你的样子，去扮演你的人生。哇，这有多讽刺，多荒谬！这就是他梦想跟现实的第一次正面冲撞。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这个矛盾真的太扯了，扯到有点好笑。他没拿到这个脑性麻痹角色的原因是什么？戏上给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他没办法完成特技动作。等一下 ，excuse me， 一个脑性麻痹的角色，剧本里到底会写什么样的特技？是要他后空翻3圈半，还是要吊钢丝飞檐走壁？这完全不合 logic 嘛。但这件事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普遍，但我们很少去谈的社会偏见。那就是大部分的人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想象是非常单一、非常扁平的，他们会自动把身障跟无能、需要被保护画上等号，却完全忽略了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面对这么荒谬的理由，梅森当下的反击真的是既优雅又致命。他说：“不好意思，如果我做不了特技，那这个角色也做不了。”嘣，一枪毙命。
这个逻辑太清晰了，完全无法反驳。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脑性麻痹，那他的身体限制不就正是这个角色最真实、最完美的诠释吗？这就像是你要拍一部关于姚明的传记电影，结果刷掉一个200公分高的演员，理由是你长得太高了，这不是很荒谬吗？这个事件让他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这个世界要的根本不是真实，而是一种他们想象中的安全的、可被控制的真实。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真正的残酷舞台，也就是好莱坞，但情况完全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残酷的潜规则：好莱坞的选角指导们，他们脑中其实有一个完美人类的样板。这个样板通常是什么？白人，很瘦，金发碧眼，四肢健全。然后美森看看自己，丰满，巴勒斯坦裔，穆斯林，身心障碍。哇，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标准答案。他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如果想靠传统的演人试镜这条路在好莱坞出头，那个几率大概比中乐透还低。他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路，一条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路。所以，当好莱坞这扇大门在他面前砰一声重重关上时，他没有选择继续在门口敲门，也没有坐在地上哭。他决定，好，你不让我进你家，那我就自己盖一栋房子，一栋所有规则都由我来定的房子。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捩点，也是他从一个被动的被选择者转变成一个主动的创造者的开始。那他要怎么盖自己的房子呢？他观察到，像是虎臂戈伯、罗珊·拔尔这些在好莱坞非常成功的非典型女演员，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从站立喜剧，也就是我们说的脱口秀开始的。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启发。喜剧演员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主导权。你可以自己写稿，把那些鸟事、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全部变成超好笑的段子。你可以自己创造角色，定义自己的形象，而不是等着被别人定义。你可以自己掌握舞台的麦克风，决定观众要看到什么。你不需要等别人给你机会，你可以自己创造机会。于是 Mason 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要成为一名喜剧演员，用笑声当作他的武器，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他不只是说说而已哦，他真的做到了，而且还做得非常非常成功。他跟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纽约阿拉伯裔美国人喜剧节。在他做这个 TED 演讲的时候，这个喜剧节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10年，大家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这代表他们成功地在纽约这个全世界竞争最激烈、最多元文化的舞台中心，为阿拉伯裔这个常常被误解的族群建立起了一个稳定而且有影响力的发声平台。这个喜剧节的目的绝对不只是为了搞笑而已，它有一个更深层、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要用幽默去扭转主流媒体上对于阿拉伯人那种单一负面的刻板印象。说真的，这比任何一篇严肃的政治演说都还要有力量。当然啦，当你选择站在聚光灯下，就必须要承受随之而来的阴影。当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开始在电视上曝光之后，网络上那些最黑暗、最恶毒的声音也跟着来了。我们看到投影片上的这几则留言，真的非常难听。这些躲在荧幕后面的匿名键盘侠，毫不留情地把他的身体状况当作攻击的目标。这也让他意识到一件很残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许会因为基本的礼貌而隐藏自己的偏见，但在网络上，歧视和恶意是完全赤裸裸、不加掩饰的。但换个角度想，这也反过来证明了他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而且重要的，因为他成功地刺痛了那些内心怀有偏见的人。好，我们来整理一下，从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出发，到撞上好莱坞的铜墙铁壁，再到用喜剧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美森摘译的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最后这个部分，这可以说是他整个故事最核心、最想传达的讯息。我们平常在讨论平权议题的时候，很常会提到性别平权、种族平权，但有一个议题其实常常被大家忽略，那就是身心障碍。我们先来看一组很惊人的数据，身心障碍人士其实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少数群体。
但在电影、电视这些我们每天接触的主流媒体上，他们却是代表性最不足的一个群体。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群体的认识，很可能不是来自于真实的接触跟了解，而是来自于媒体片面的诠释，甚至是充满错误的刻板印象。这种严重的资讯不对称，就是所有偏见滋生的温床。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说得太好了，力道超强，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它的逻辑非常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你不能找一个白人演员把脸涂黑去演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极度的不尊重，而且这是在剥夺黑人演员的工作机会，对吧？那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找一个四肢健全的演员去扮演一个身心障碍者呢？他认为身心障碍就像种族一样，是一种视觉可见的、不可被模仿的真实特质。他这句话其实是在对整个影视产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吁，就是要真实选角，让真正有相关生命经验的人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呈现出那个故事的灵魂。尽管这一路走来真的充满了各种崎岖跟挑战，但梅森的人生真的活得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要精彩。你看这张列表，根本是斜杠人生的极致。他跟亚当·山德勒拍电影，跟自己的偶像合作，带着自己的脱口秀巡回世界，甚至还当上了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在政治圈也插了一脚。他还创办了慈善机构，去帮助巴勒斯坦的难民儿童。他的人生完全没有被自己的身体状况给限制住，反而活出了一个极度多元、极度丰富的样貌。他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完美的证明了他爸爸从小跟他说的那句：“你一定可以，可以。”他没有被任何标签所定义，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动词，一个不断在行动、不断在创造的动词。在所有这些闪闪发光的成就里面，其实有一个时刻对他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那就是为他的英雄拳王阿里表演的那一次。为什么这个时刻这么特别？大家还记得开头的比喻吗？夏奇拉遇上穆罕默德阿里，阿里晚年也因为帕金森氏症而身体颤抖，就跟他一样。所以在那天的舞台上，他看着台下的阿里，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传奇偶像，更是一个能够100%理解他身体感受的同伴。而更重要的是，那天他的父亲，那个当年把他的脚放在自己脚上教他走路的男人，那个给了他 Ken 哲学的男人，也在台下。那是他父亲这辈子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这个故事从他父亲的双脚开始，最终也回到了他父亲温暖的注视之中，完成了一个最感人、最完美的圆。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梅森在爱的故事，我觉得告诉我们3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幽默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当你学会用自嘲来面对困境的时候，别人就再也无法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你，因为你已经夺回了话语权。第二，限制往往是创意的催化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走不了那条最多人走的康庄大道，你才被迫去开创出一条全新的、更酷的、更适合你的路。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你内心的信念绝对可以战胜外在的所有标签。就像他说的，如果我可以，你也可以。他用他整个人生向我证明，真正限制我们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的条件，而是我们自己为自己设定的那道心墙。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